这些款式远看，其实直播间总觉得这个颜色有点差别，因为其实放大去看的话，很多款式上手还是挺好看的，只不过这么打眼一看，可能感觉稍微有一点整体颜色偏暗，因为这些指甲出自于4位老师的手，就是怎么能半个小时内快速的完成这些那个4位老师的手，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每个老师他喜欢的风格、喜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市面上有 N 个美甲店、N 个位美甲师，但是每个人做出来的感觉，他最终更偏向于哪一种风格款式，它也是不同的，好吧？也是不同的。左右渐变单独教啊，直播间不教，因为课程是课程，咱不能拿课程的时间去给大家讲其他东西，看回放的同学会看乱的，好不好？可以单独找一下我，要1对1一下啊。好了，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大家日常去做一些这些跳色款式搭配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了解几个知识点。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色彩。之前咱们有一节课是教大家如何去调色，教大家如何去认识颜色。但是有很多可能大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作为一个小白，我从来没接触过美甲的，我也没有什么美术天赋的，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颜色搭配的问题？比如说，我除了别人给我图我能照着做以外，我自己能不能搭配出来？这是我要给你们教课的重点啊。所以我随便做了几幅，每个老师让他们自己选颜色去挑的色。所以说今天的课程以跳色款式跳色啊，这个调色，这个怎么突然看见这个字错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在，如果有的话，找一下咱们的那个谁啊，把这个调色给我换了，这是跳色，不是调色啊。来，首先要准备几个，第一个我要给大家看一张图片，也就是说在设计这些款式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点。首先第一个要去区分冷暖色调，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暖色，什么是冷色？这是一个色相环，小小的色相环，12色的色相环。但是在这里面我怎么去把这个颜色区分出来？来看啊，我们其实上小学就学过，暖色红橙黄。这个冷色什么蓝绿紫，对吧？所以说一个色相环里面，我们之前学调色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调？调完之后，你看偏右边这一块的，其实只要接近黄色附近的橘色呀、黄色呀这种暖绿调一点点啊，这些都属于暖色系。冷色是什么呢？冷色你能想到的冷，你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让我想第一感觉冷就是深海嘛，海底嘛，对吧？这是我个人感觉，就会知道哦，它是偏蓝调一点点的，所以偏蓝的、偏紫的、偏绿调啊，部分绿的它都属于冷色系。所以在做指甲颜色搭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冷暖色系。比如说现在是冬天，你觉得更适合冷色系还是更适合暖色系？对吧？来看看，这是一张图片，百度我随便搜那个色系卡片搜出来的啊，我觉得挺好，我就保存下来了。看看这里面的感觉，你觉得这4张图片里面1、2、3、4哪个更接近暖色系？哪个看起来更热情洋溢一点点？对吧？会让你感觉心里暖洋洋的。对吧？是不是偏向于右上角，或者说是右下角右侧区域？这些都属于暖色系的颜色啊，看出来了啊，小二，对，这边左上右上角这个，那偏冷调呢？对吧？这边就偏冷调，但是它冷调有这种颜色偏浅的冷，有颜色偏暗的冷，偏深的冷，它的感觉也不同。所以说，同样，第一个我们要在颜色搭配的时候，顾客今天来了，我到店里来，你给我做个指甲吧，你给我看着做吧。好了，那你第一步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冷暖色调。所以做款式颜色搭配的时候，跳色，咱不要考虑太多的款式啊，你们就考虑最基础的跳色颜色搭配。记一下好不好？都记一下，尽量的不要截图，截图放在手机里没什么用的啊。跳色颜色搭配，首先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冷暖色系。冷暖色系，冷色蓝、绿、紫，对吧？这些，然后暖色红、橙、黄。这个真的美甲师太万能了啊！美甲师万能，贼万能。来，红橙黄，好了，我们就在这些色调里面去进行搭配。如果我想做暖洋洋的，我就会选择它的这个一手跳色的时候，会跳出一个什么？比如说拿这张图来说。不是右上角是暖色吗？在这个里面，我选择3个颜色去给它进行跳色。比如说这个橙色，这个和这个，对吧？随便找3个颜色去进行跳色就好。2到3个颜色，1到2个颜色都行，4个、5个颜色都可以。你就比如说我这一个手5个手指，从第1个到第5个，最上排这5个，你看搭配出来是不是就感觉错不了？但如果说你1、2、3前3个搭配上去，叭突然跳上2个蓝色，你就感觉很跳脱，对吧？有回放的啊，有回放的。好不好？所以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搭配的时候，就去找这种冷暖色系。这张图片我一会儿给你们放到链接里面，你们可以自己参考着这些图片去选颜色，尤其是前期，好吧？这是第一个啊，冷暖色系的。第二个就是刚刚给大家说的，哎，我们一个思维图，一个上下左右，这个右上角春夏秋冬，对吧？那个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你可以选择哪种，但是它这个颜色有浅的有深的，那你觉得冬天应该用深的还是用浅的？对
对吧？冬季应该深色多还是浅色多？那夏季应该深色多还是浅色多？来看看这张图。看看左边，很明显，刚刚给大家说过，你看这些整体的颜色是不是好像都偏浅？虽然有深色，但整体偏浅。但是这些呢，整体偏暗，也有浅，但是整体是偏暗。所以这个我们偏向于冬季来一点点，这个呢就偏向于夏季一点点，好吧？就这意思。所以夏季一般做的款式都会偏向于冰冰的、透透的，然后亮亮的，就不灵不灵的那种。谁大夏天去做一双这个贼暖和的那种指甲，看起来心里就有点不那啥，对不对？就找这感觉啊。所以这是第二种。那么这个深浅色，为什么有的深有的浅？这个就关系到颜色里面的另外一种。第一种咱不是叫做冷暖色系吗？第二种咱称之为，咱之前调色的学过啊，明度的变化，颜色明度的变化，或者说咱叫它这个叫这个纯度啊，纯度颜色的纯度，它多纯多浓。你像这个颜色就纯度就高更亮一点，这个纯度相对来说就要偏暗一丢丢啊，偏浅一点点啊，这是它的不同，就是在一个颜色里面加黑或者加白改变它的纯度。你像这种马卡龙色系，这些颜色是不是都偏浅？那你感觉这些颜色是不是更适合夏季一些？这就是我们浅色系的啊，浅色系，这是第二种要给你们去解决的啊。到目前来说都可以理解吧？都可以理解。抒情纯度是什么？纯度就是颜色的变化。看一下，我给你们搜张图片看一下。哎，我用甲油胶吧，直接给你们调一个，好不好？用甲油胶调一个。来，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纯度就是明度啊，你们把它想象成明度越来越亮，越来越暗。拿一个红色来说，九群，有没有老师在直播间？有没有老师现在在直播间看的？有的话跟我说一声。有老师在的话，评论区打一下。还有在一群的。来看啊，我在这纸上调色纸上滴了5滴同样的这个正红色的甲油胶，然后我分别在里面加入黑色和白色。黑色和白色。这个加1滴啊，加1滴，1滴可能有点多了，这个多加点吧，比那个量大一点点。就是越往右侧加的黑色越多，然后越往左侧呢，我加的这个白色越多，这就是它明度的变化。要不后面先少滴1滴白和多一点点的白，好了，这样能看得出来啊，白色和黑色。然后我们给它进行调色，找个调色棒来，这是本身的这个红，但是当我往里面加一点点的白的时候，你看这个红色它会感觉变成这样的，变成这种，不知道这个颜色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一个对比啊？然后这边我再加上一点点，多加点白的话，那出来的颜色可能会越来越浅，白色越多出来的颜色会越来越浅，看到没？再加就变成淡粉色，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就偏向于马卡龙色系的那些，这就是它这个明度的变化，粉了是不是？好，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我干啥呢？再加黑，哎，我先少加点黑啊，这个黑有点多。你看这个从一个红色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偏这种枣红色一点点的，对吧？所以冬天你没有对应颜色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样去调色啊，这是我们调色课里面的小基础了。然后我如果多加一点点黑进去，它的颜色整体就是偏向于特别的暗了，这就叫做明度和它纯度的一个变化。它只不过我用5滴胶去给你们举例，会那个跳跃有点大，但实际上你比如说用它和它之间中间，我们再调上一个带淡的粉色，这3个颜色是不是偏向于明度更亮一点点的，对吧？它仨就能做一个款，然后这个暗色系呢往那边漂，他们也能去做一个款啊，就这个理解了啊，理解了，理解完了咱接着往下走，好吧？有问题快问，没有问题咱就接着往下讲。因为今天不需要大家上手做太多，着重要把这个基础的东西了解到，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帮助应该挺大的，帮助到什么程度呢？来看啊，同样的，我在本来你日常做，你只会说我同样的颜色跳个亮晶晶，同样的颜色我加点亮片，加点什么款式这样做。等到学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用4到5个颜色？你看，同样是跳色，有没有感觉这个就看起来挺干净？这种看起来我用几个颜色，虽然说红色跟绿色又棕色又不搭嘎，但是看起来挺协调，对吧？就这种感觉啊，一会儿给你们去说。好了，这是2步，第一步冷暖色系，第二个它的明度或者纯度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需要让大家了解一个就是各种的色系。当不会去搭配这个跳色的时候，色系
色系这个啊，我们先暂时一放，一会儿我把这个咱们主要的这种跳色几种搭配给你们讲完，咱再跳回色系里面来说，好不好？没有试过融合不起来，调色有什么注意点的吗？什么意思？跳色还是调色？是跳色还是调色？融合不起来。胶和胶是能融起来的啊，融不起来有可能是，是不是你用的那个，比如说深色太多，浅色太少，胶的比例不同，所以它颜色跳不出其他的颜色。就是我一个手里面给顾客去做了，我也没有颜色，我也没有只有他喜欢的颜色，我该怎么去给他进行跳色？来看有几种搭配方式，首先第一种。我写到这儿啊，把它框出来。第一种，用同一个颜色，用一个颜色去进行跳色。加上一个亮片，或者是闪粉，再或者是魔镜粉，反正随意，不灵不灵的就行，不灵的啊，不灵，就不灵的这种，就是用同一个颜色加上任意一个什么各种亮晶晶的一个款式去进行搭配。你们今天学会之后，随便找网上图看看是不是啊？比如说像这两种。看到没？同一个颜色加上这是个什么？这个猫眼儿，它没吸光，但是是个猫眼儿。然后这个呢，整个颜色加了一个亮片儿，但是这个亮片儿的颜色你们一定要拿捏好。像这个，如果整体偏向于这种比较粉嫩的感觉，它是偏冷调的，毕竟偏紫一点点嘛，属于冷色系。你的亮片儿你就不能用这种带黄色的。不能用带黄色的，它会有点跳脱，所以做出来的款式会有点别扭，就这种感觉啊。这是我们根据刚刚那个色彩的里面来说的。所以说第一种方式，你不知道怎么搭的时候，他想要做这个颜色，那你能给我跳一个吗？你不知道跳啥就跳亮片，各种亮晶晶的，什么不灵不灵的闪片胶，像这种的都能去跳，都能去搭配，好吧？融不出来就对比色，红绿不融合。你搅拌太少了，多搅拌一下就好，多搅拌一下两下它是融合不起来的啊。比如说红和绿它出来的颜色，你这两个颜色搭配不能大面积的去调。你比如说你用一个这个黄色跟蓝色，你去调绿色，它会明显，这是原色。你要用二次色或者用间色、用副色去调，它的颜色出现的变化可能不会特别的大，尤其两个颜色色度比较接近的时候，好吧？来第二个，先去看之前的课程看一看，把3原色学会，再去学其他的啊。来，第一种是用一个颜色的，第二种我们用2个颜色。用2个颜色，也就是说这2个颜色一定要有一个深浅的变化，或者是色系统一。比如说色系统一，我都是偏这种马卡龙色系的，偏这种棕色系的，偏暖色系的，偏冷色系的，色系要统一。色系统一的情况下有深浅的变化，这样去进行跳。比如说5个手指里面来看看这些图片，2个颜色啊，像这个。看到没？一个深色的3个颜色泵，然后这2个颜色是浅色，那一个跳，在手上的话就是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这5个颜色去进行跳色，是不是？它就能做出来。那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这么去操作。你比如说，我拿这个偏这种紫调一点点和这个亮晶晶啊，紫亮紫，是不是也可以？所以这是第2种搭配方式。当你不会跳色的时候，我们就看啥？然后一个颜色加深浅的一个变化，深浅的变化或者亮晶晶的变化，好不好？亮不灵啊，亮不灵的，就这个意思。好，来第三种同样的用什么呢？用2个颜色，再加上一个亮晶晶。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跳的时候就加亮晶晶，不知道怎么跳就加亮晶晶。闪粉后是啥？闪粉后魔镜粉，这个猫眼儿都行。我只是举个例子，所有这种带亮片的东西都可以去用，啊。魔镜亮片，这是个不灵，就这个意思。好。就是2个颜色加一个亮晶晶，其实这个用的还挺多的啊，这种搭配用的还挺多，因为你纯用颜色吧，它看起来别扭，就是女生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但你要都让它亮晶晶吧，它还不太想，就想要这些颜色，我又想这个颜色也来点，那个颜色也想来点，于是乎就出现了更多的这种2个颜色，这个也是啊，2个浅色2个深色加一个这种跳的什么带粉的啊，这是这一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颜色2个深棕色，再加上2个奶咖色，再加一个亮晶晶，对吧？这种用的是比较多的，颜色随便换啊，这只是一个款式的举例，好不好？只是一个款式举例，这一个。所以说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像这个款，我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个拿出来，我用2个颜色，我用这2个去搭，对吧？它也是相当于2个颜色加一个亮晶晶，2个颜色加一个亮晶晶。那我也可以把这个拿出来换成这样的，对不对？
221，或者说131都行，都行。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懂啊？反正就是拿这个颜色你来回跳，你来回跳一定是错不了，但是你要保证色系的统一，就是冷暖调那些，至少冷暖调不要错，冷暖调不要错，好不好？所以这是这种啊，这是这种，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种的一个搭配，用2个颜色，两个颜色各乘以2，再加上一个布灵灵加亮晶晶的2个颜色呢，也是一深一浅，不要弄错。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你们去试，你可以根据咱们写的这个，写完之后，你就像5个甲片，你涂上一个，做出一个对应的版，你贴到这儿，你打眼一看，就像我这个有这个版给你们一看，哦，是这个意思，你最好贴到你的本上，好不好？反正涂个这个3分钟2分钟就涂完了啊。来，这是这一个，好，来第四种，别着急啊，第4种是什么呢？3个颜色的，其实这个也就相当于3个颜色了。你比如说用2个颜色再加上一个亮晶晶，一个亮晶晶的款式是相当于第3个颜色，所以说你可以同上，第4种同上，但是呢，亮晶晶换成一个什么？换成一个颜色，亮晶晶换颜色，是不是就出来3个颜色了？对吧？出来3个颜色了。来，比如说像这个，我这里面还4个颜色，我还比较多，我还没有3个的，就把其中这一个亮晶晶，我换一个。这样3个颜色的3种的搭配，对吧？你可以挑来挑去嘛，反正就把亮晶晶换成颜色，也可以把这个像同上一样也可以啊。这是第4种，还有第5种呢，就是根据款式相关了。第5种就是跟风格或者款式相关，一会儿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色系里面了啊。我这个字儿有点丑，你们哪个字儿要是不认识，一定记得问我啊，问我。来，什么叫做风格款式相关？我那会儿从网上随便扒了一张图片，就是比如说，你想做一些这种，类似这个的。类似这种的，大拇指、中指、无名指用的都是这种偏奶白色一点点的，但是另外2个呢，我一个用的是这种亮晶晶，另外一个我可能用了另外一种魔晶粉。那我也同样的可以，我先把这一个换成这个猫眼儿，我把这一个换成画画的。对吧？那我也可以说把这个保留，把这一个换成贴钻的，对吧？这是在款式搭配上的时候，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因为一换了一个款式，我就不会做了，就不会跳了。你们就把任意一个款式当成是一个颜色来看，比如说这个，咱就说金色，对吧？这就是白色和金色的一个搭配。但是白色上面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或者说感觉有点跳脱，所以我们在1、2、3、4的基础上，可能会对某一个上面进行一点点颜色的这个款式的变化啊，风格款式。就是结合1、2、3、4某个指甲做设计，做设计，这么说挺好，做设计啊，设计。像多少年前就一直在有的比较火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拿个什么颜色呢？白色吧，对吧？比如说我其他的手指都是这种白色和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红色、蓝色这种结合的，然后我其中一个指甲涂了白，一个是上面去做各种纹路，你们学过的魔晶粉，学过的贴钻，或者说学过的那个画画啊，就是水彩做什么都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最简单的跳色就是我不需要耗费我什么光疗笔这个那个，用啥呢？用这个刷子。这俩颜色还行，希望我今天的课能帮到你们啊！我是一过年了，因为过年来的时候很多东西，很多人他可能不会带款式来，就是你看着做，但是你又着急，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就想做个简单的，你就跳色，跳来跳去。但是这些跳色你能掌握清楚了之后，后期只需要把其中1到2个、2到3个，或者把所有的颜色换成渐变、换成晕染、换成贴钻、换成绘画、水彩等等。但是色彩的搭配，它的基本概念它是不变的，基本理论概念是不变的啊，宝贝们。来，请一下多少年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到现在一直在有，就是有同学一直会问，像这种款式怎么做？比如说现在白色涂好了之后，我都是跳色啊，只有这一个，我觉得稍微给它设计一点点，多少年前就火，啪刷一下，然后一个浅色，再有一个什么深色，好了，2个上去，一个款式就完成，对吧？这个照完灯，你再搭配上其他的，又是一个款，就这2个颜色，上面的2个颜色怎么选呢？你比如说像我这一个上面，对吧？我可以在白色上面一个用这个亮晶晶刷一笔，第2个我可以用这个白色在黑这个深棕色上面刷，我也可以用棕色和亮晶晶在白色上面刷，这就是一个款，对吧？搭配出来啊，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们看到很多，比如说在这上面画一个小爱心的，画那种什么各种图案的，它也是会用到其他指甲的颜色去进行搭配、去进行设计的。
这是常用款式的搭配。最后一个怎么能把款式做高级？就比如说同样这样，你两个颜色的这种跳色谁都会，谁还不会跳个颜色？我选上两个颜色，加个不灵不灵，我加上去各涂俩或者涂仨涂一个，不就完成了吗？但是我怎么能让这个指甲显得高级？就是同样跳色又显高级，你们要多去注意这些一些色卡，多去寻找一些色卡。同样，比如说啊，咱不是说做对比，有同学可能我就是喜欢上面，那你就做。但是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我想用到4、5个颜色，我想做某种风格类的这种款式的时候，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后期做整体大款式的时候一个颜色设计，不代表说我只能跳色。就是现在，如果你用它俩去做个渐变晕染，你就只能用到2个颜色做，太基础，对吧？但是你看我1、2、3、4一共用到了1、2、3、4、5种颜色，我说做出一个款看起来挺协调。那么后期你比如说这个做晕染，这个做晕染，这个渐变等等这种去做的时候，哎，我就知道它那些颜色我可以用什么颜色往上加。那这个就牵扯到我们的刚刚的小 C 没有学的这个叫做色系。因为你像做平面设计也好，你做衣服设计也好，你做什么各类的设计也好，它一定是有一些大型色卡的在我们这里面。所以像这个我是怎么去搭配出来？我刚刚一拿过去，小静老师就说，哎，这个好看，这个好好看，怎么样？还有刚刚这种，对吧？这个也好好看，为什么就是感觉做出来就不一样，对吧？这是为啥？其实这些也是有作弊神器的。作弊神器，什么叫作弊神器？线下同学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不拿会当回事儿。来，比如说第一个，下面这个马卡龙色系。来，马卡龙色系色卡，这个你们从淘宝上什么都能买得到。但是如果你觉得暂时不需要的话，你们从百度啊，从某上面你去搜马卡龙色系都能搜得到。像这种色卡，我是方便去看的。你比如说，就最下面这个颜色，我是怎么搭配出来，我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就是我想做款式，我不知道该做哪个颜色的时候，哎，我随便找一个，哎，我今天这个款式想接近哪一种风格，我忘了刚刚选的哪个了啊。我好像没选，我自己跳的，就接近类似这种吧。你们看一下，是不是1、2、3、4，从这4个颜色里面去找一个跳出来，剩下那个加个亮晶晶就行，是吧？这是4个颜色，它也有给你5个颜色的，也有给你6个颜色的，也有给你这么一条颜色的，这些都属于马卡龙色系。你是偏向于什么风格的，你就选什么色系去进行搭配，它都是对的。你看这里面，你有些颜色拿捏不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颜色去找。没有颜色的时候怎么办？调，自己学着去调色。我已经教过你们调色了啊。来，比如说，就拿刚刚这个马卡龙色系的版。来，哎，这个偏黄调的，对吧？别这个黄调了，换一个。哎，这个吧，对吧？这种颜色你去对应着去找它的颜色，是不是？哎，在这儿，你看这个位置。这个就可以当成第一个颜色，第二个粉色，哎，你就找粉色嘛，这不就找上去了？然后第3个找这种黄，第4个找这种绿，对不对？你叭选上4个，就正好做出一个版。而且你这里它只要敢给你这个色卡，你做在手上它一定丑不了，一定丑不了。如果丑的时候，你该去中和一下，中和的时候用啥呀？用亮晶晶。你们手里的那些色板，带着多少亮晶晶呀？这种的也算亮晶晶，这样的也是猫眼类的，还有这种的，对吧？都可以作为款式的这个搭配之一啊，都可以作为款式搭配之一。来，这是马卡龙色系，所以常见的一些色系我们分成几种。第一种还是蓝色的字，马卡龙色系。马卡龙色系，老师，我现在没有，我还得买这干啥？不用买啊，买它干啥？打开百度来搜一个马卡龙色系色卡，马卡龙色系色卡，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对吧？你随便去找找，你打印下来保存到手机上面去。来，顾客打开了，你看一看你这些颜色喜欢哪个？看这不1、2、3、4，我正好给你搭配一双手，对吧？来，你看看你想用哪个颜色的，没有的我给你调。说是咱有的就直接用，没有的给你调，对吧？这也是一个，我想做一个款小清新一点点的时候，你可以选出5个颜色来，用这5个颜色去进行整个指甲的，要么涂色，要么渐变，要么晕染，要么做款式彩绘等等的画花搭配东西都可以用这种啊，这是一个颜色的搭配啊，颜色的搭配。好了，这是马卡龙色系。那除了马卡龙色系，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种，我刚刚这一个看好了啊，就这个款，我刚刚是针对色卡，也找着色卡去调出来的。然后因为有其中一个颜色我的色板上没有，所以说我用它去调了一下。这个就这一套，用的是哪个色卡啊？我给你们找找，还忘了，我也忘了。哎，这个看看。是不是看起来协调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一套，能找到1、2、3、4前4个颜色，中间加了一个亮片，第一个牛油果绿，第2个莫奈因橡，第3个奶酪薄荷，第4个这个啥？第3个颜色没有啊，我是用了第1个颜色加了白色，加了奶白色调出来的第3个颜色，这用到调色里面，就没有颜色的时候自己调一个。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被它给困住，所以这个也是通过它去做出来的款式。那人家已经有给你这个方便捷径的路的时候，为什么要自己去琢磨？本来我们本身没有那么多艺术天赋，而且咱都现在刚开始从零接触画画，你让我学这么多的零基础类的东西，我上哪儿学去，对吧？所以买点这种色卡呀，或者说从网上收集一些常用的色卡，我们都能用得起来啊。
第二个这个是用的这个莫兰迪的啊，莫兰迪色系。大家一听莫兰迪好像有点接近于蓝色，其实它是一个大色系啊，莫兰迪色系。来，好了，这是2个色系，我先把这收一下。所以说，在一个板上面，比如说我就是这个方框啊，就这么一个框，我要做就叭叭叭贴上几幅板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冷暖去跳着涂，你一定是颜色色系至少统一。比如说你全用，你看你比如说我把这2个弄掉，这些款式就挺搭。我但凡出来一个，它就很跳脱，看到没？但凡出来一个特别亮的就很跳脱，把它换一下啊，到时候。好了，来，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现在做水彩可能会常用的是这个中国色。中国色系，来，中国，你们想想，中国大眼一想的就是什么？中国红，对吧？中国红它就属于那种纯度比较高的颜色，比较鲜艳的。所以说中式色卡，它给你在设计一些搭配的时候，哎，你看整体的色调就会偏亮，一点点。这是色彩里面啊，色彩里面，但是整体感觉你在像比如说现在新中式，你想想咱家装设计，最近在装修房子，新中式。哎，中式的设计，新中式等等等等，你感觉就有点偏向于原木色，就木头。对吧？檀木也好，你甭管什么这梨花那啥的各种木头它是偏向于棕调一点点的。所以当你想让你整个指甲偏向于中色系，偏向于国风一点点的时候，就往你的颜色里面去加一点棕调，或者说是加一点点灰棕调进去，它就会偏国风一些。来看看这么多的颜色，哪个最接近国风？哪个最接近国风感觉？这种。对吧？它就整体就出来这个效果了啊，就偏国风一点点，你们就记得加棕调一些。那除了这些，还有比如说这个日式传统色，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色，包括你们在不知道怎么着的时候，淘宝或者拿去买这种配色色卡、色彩搭配方案，就是但是每年都会有新的一个设计色，你不能说拿着10年前的色彩搭配今天来用，它虽然能用，但是有可能会不是很好看，好不好？你看像买这些的时候，你想做一个偏向于大海一点点的，哎，它给你几种颜色，你做在指甲上的感觉是不是出来就大海的效果了，对吧？这是色彩搭配上，所以跳色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是我们美甲搭配款式的基础。我不想让你们说我就只会临摹别人的，等到后期你们想自主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别的不用买，你就买一个这种色彩搭配的一个色卡方案。哎，我就今天做个什么风格呢？或者说你做了2个指甲，哇，还挺好看，你别说还挺好看，是不是？我就可以通过这几个颜色去进行设计，其中有一个我换成这种画画的，画它的头，另外一个我做一个类似豹纹类的这种小款式，其他的你该贴钻也好，钻用什么颜色就可以用到这个颜色，或者和这个颜色的去搭配，几种色系来回跳着去搭，一定错不了，好不好？比你们自己瞎做的啊，有的同学跳来跳去用一个颜色去跳，但是这个也分什么呢？分个人审美。你比如说你像我，如果这个款式我可能觉得哇挺好看，哎，比较唯美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有可能你觉得好丑啊，你就是做不出来，那就不要做它，好不好？这个美甲师不是说非得什么款式都能做，做自己最擅长的，反而更能抓住顾客的心，去找属于你的那一部分顾客就好了，好不好？我就是天天就我明明雕花做不好，我天天就做雕花款式，那你雕花做不好，人家为什么要找你？你明明这个晕染能做好，你就多去做一些晕染的吧，发挥自己的特长啊。来，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些色彩搭配，看到没？这些都能用在跳色里面，找着这个颜色，你去对应着那个色卡，就是我们美甲的色板，对吧？甲油胶色板去找。来，在这色板，哎，我去找找，你看这不就找到了吗？接近就行啊，不用非得一模一样。没有的时候怎么办？调色，你看这2个颜色就挺接近的，这个和它就挺接近的。所以说人家你看在做色卡的时候，它也会根据色系，比如说蓝色系，然后这个马卡龙色系，比如说这种偏棕调一点点的，对吧？偏白一点点的各种什么色系去进行颜色的搭配，和颜色的排列，它不会莫名其妙的，给你一个白，突然给你一个绿，再给你一个红，再给你一个蓝，它不会这么去排的，好不好？希望能帮到你们啊！我不知道还能今天这个有没有点乱，但是你们把这些悟一悟。另外再就是你们能根据这些去设计一些，好不好？做出一些板，然后把它对应的贴到你的本上去，以后就是看字儿看不明白，结果一看这个款式，哦，我知道什么意思了。然后1次做2次做，你不可能说1次就能设计的很好，可能需要2次、3次、4次、5次去不停的设计款式的时候运用进去，把它加起来，好不好？我看有多少人啊？现在还，
那天我记得周末的时候在家，有同学说我不知道这款式设计它属于什么构图，你就比如说问你这种法式边的属于我这种法式属于什么构图？就是其实某些图案你要么画满甲，要么画指尖，要么画后面，要么画侧面，它没有什么必须要什么构图，你们就会做了一些款式，把它穿插运用起来就挺好。这个同学做的挺好的，就是但是以后我们做设计做什么款。做晕染做什么的时候，一定是跟这个里面有关的。你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绿色偏冷色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什么什么蓝色绿色和蓝色跳的有点过分啊。然后你像这种浅色，对吧？深绿和浅绿、奶白绿，这种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款式的搭配。是不是？然后你像棕色调的，你也可以偏，哎，它偏暖调，它可能会搭一些，但是你拿一个蓝色直接和一个黄色进去，就感觉有点跳，好吧？找色系搭配，找色系搭配。我终于看到我盲猜，我今天盲猜说你们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哪个显手黑，哪个显手白这个问题。果然有问的，果然有问的。手黑的用哪种色？我说实话啊，现在我觉得我甭管他手黑还是手白，只要他自己喜欢某个款式就做。其实这个皮肤真正黑的话，你不管怎么显，它都是黑的。人家也不会说我看看你指甲，然后再对应你的整个肤色。这个着重我更多的是参考他日常衣服的一个搭配风格，衣服搭配风格。就比如说。人家现在很多在国外，然后皮肤黑皮肤的人，人家该做荧光色，那贼显黑，对吧？人家该做。所以说，如果你日常穿衣服穿的都是偏向于米色系、浅色系这种国风色系的，完了你做一个这种。他的肯定就别扭，好不好？我会更多针对这方面去走。但如果说你非得说哪一种显手黑，每个人黑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偏黄黑，有的人偏那种就是贼黑的那个，你就尽量的不要给他选择太亮的颜色，偏暗色一点点就好。但是一定要中间有一个跳的颜色跳出来，好不好？别整体都太暗就好啊。就这个，还有一个说在百度上搜索找搭配色系就可以吗？可以呀，当然可以。然后还那个我给你们搜一下。你们搜色系色卡，百度是一个，你看有好多，比如说棕色系的，你们不知道搭配的时候搜出这些来，对吧？这些都是你或者搜色彩搭配，你要什么风格的什么色彩搭配？比如说像这种奶油偏奶油感觉，奶油色彩搭配，你随便加点这种关键词儿，对吧？你看这不出来了。奶油感觉是不是家装设计也用上了？我们画画的时候也用上了，美甲的时候也用上了。你像这些你随便跳呗，这不就偏奶油感觉吗？你喜欢国风色彩搭配，国风，咱刚刚说过了，国风类的偏向于宗调一点点啊。那看看这是不是国风色系色卡？你想偏哪种感觉？你当指甲画个油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选其中几个颜色？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色。一定要多去研究这个，没事去买那种什么那个衣服是搭配的衣服设计的书也能用上去。所以随便翻开一张摄影作品，你从中间抓取几个颜色也能用来做指甲。你看现在网上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过，他们会说根据一张图片，我做设计一幅指甲，其实就这么来的。比如说这个，整体偏绿调一点点，绿色、黄色，淡粉色，对吧？然后我从这深绿、浅绿加上这个颜色，再加上一点点白，因为有白色皮肤嘛，这不就一个款式？你做晕染也好，做水彩也好，这不也是这种风格的啊？